在汉末三国的舞台上，司马家族孤注一掷，出仕于曹魏，并成为了三国最终的胜利者，开创了晋朝。可历史上人们对司马家族的评价却并不高，八王之乱更是造成了五胡乱华，北方和西域多个胡族趁着天下大乱，大举侵入中原，使得中原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，民不聊生。司马家族最终也惨遭灭族，但由于司马懿的名气太大，以至于整个司马家族都被后人看作是他的附庸和延续。那么历史上的司马家族到底有多强大？八王之乱都发生了什么？如此强大的司马家族又为什么会被灭族呢？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，一口气看懂司马懿和他的司马家族。司马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官职的名称，从殷商时代开始设置，位次三公，与六卿相当，负责掌管军政和军赋。周宣王时期，一个名叫程伯修父的人担任司马一职，因为在征战徐国的战斗中立下了大功，于是被周宣王以其官职赐姓司马氏。程伯修父也成为了司马氏和程氏共同的始祖。这么算，司马懿和程昱也算是亲戚。晋朝时，司马炎追尊其庙号为晋圣祖。到了战国时期，有一个叫做司马昂的年轻人，凭借着自己的本领当上了赵国的将军。可此时赵国却被秦国所灭，直到秦朝末年，司马昂跟随项羽灭秦，被封为了殷王，主管河内。公元前205年，汉王刘邦进兵楚地，司马昂被俘后投降了刘邦，其封地也成为了河内郡。司马昂作为程伯修父的嫡系后裔，成为了河内司马氏的始祖。可谁又能想到，刘邦领导的56万诸侯联军竟然在彭城之战被项羽的3万人马打得大败而归。司马昂很不幸地成为了唯一一位在此战中战死的诸侯王，没能看到后来刘邦阵营的绝地大反击。司马家族只好在河内郡默默无闻地度过了300年的时光。直到汉安帝时期，司马家族才又出了一位大人物司马均。他是司马昂的80孙，时任征西将军。虽然后来因为犯罪被下狱问罪，而在狱中自杀，但是司马均的人缘很好，以至于他的子孙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司马均的儿子是豫章太守司马亮，孙子是颍川太守司马俊，曾孙就是京兆尹司马防。这个司马防也就是司马懿的父亲。因为司马防生有8个儿子，每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达字，所以也被称为司马八达。司马防的8个儿子当中，长子司马朗，次子司马懿，三子司马孚是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四子司马夔，五子司马询，六子司马晋，七子司马通，八子司马敏，大多被后人所忽略。但这5个人当中却有4个人被封侯。而且我们都知道司马懿长寿，靠死了曹氏3代君主。可司马家活得最久的却是老三司马孚，整整比司马懿多活了20岁。首先我们来捋一下老大司马朗这一支，到发生八王之乱时都出现过什么样的人物。司马朗在12岁时便通过了经学考试，而成为了童子郎，放在现在也算是个神童。22岁时被曹操征辟为司空院属，他也是司马家族为数不多的形象伟岸的人物之一。司马朗有一个儿子叫做司马懿，还有一个从老三司马孚那里过继来的养子叫司马望。因为司马懿无子，去世后司马望又将其次子司马弘过继给了司马懿为后。除了司马弘、司马望，还有3个儿子，分别为司马懿、司马整和司马茂。老二司马懿有9个儿子，和张皇后所生3子，分别为司马师、司马昭、司马干，和福夫人所生4子，分别是汝南王司马亮、司马昭、司马京和司马俊。8子司马荣为张夫人所生，9子赵王司马伦为柏夫人所生。其中汝南王司马亮和赵王司马伦就是八王之乱中的其中2位。司马懿作为司马家族名气最大的人物，自幼聪明多略，因为支持曹操称帝，
所以逐渐赢得了曹操的信任。曹操封魏王后，司马懿便开始佐助曹丕，更是帮助曹丕在楚魏之争中获得胜利，因而被封为了安国乡侯。在先后熬死曹操、曹丕、曹睿3位君主后，司马懿于公元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，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真正的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。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共生有5女，因此司马昭将自己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。司马攸有一个儿子叫司马囧，他也是八王之乱的参与者之一。除了司马攸之外，司马昭还有8个儿子，分别是司马炎、司马昭、司马定国、司马广德、司马鉴、司马永作、司马炎作和司马基。这个司马炎就是晋朝的开国皇帝，他一共有26个儿子，知名者18人，这其中老大司马轨在2岁时夭折，老二司马衷就是那位何不食肉糜的西晋第2位皇帝。成都王司马颖、楚王司马伟、长沙王司马懿3人参与了八王之乱。司马八达中的第3位是司马孚，他是司马家族中最长寿的人。司马孚性格温厚谦让，以真白自立，从不与他人结怨，性格十分谨慎。司马懿执政之时，他就有意避免过多的参与政事。在司马氏几次废立皇帝的行动中，他也从未参与谋划，至死仍以魏臣自称。司马孚也生有9子，分别是司马雍、司马望、司马辅、司马懿、司马晃、司马圭、司马圭、司马衡、司马景。其中老六司马圭的儿子司马雍参与了八王之乱。司马八达中的老四司马夔生有3子，分别是司马权、司马泰和司马绥。虽然名气不高，但次子司马泰的儿子司马越却参与了八王之乱。至于司马八达中剩余的4位，老5司马询早亡，老6司马晋在西晋建立之前去世，老7司马通不知所终，老8司马敏无后。因为这几个人没什么名气，后代也没有参与反叛，所以史书上均没有太多的记载，这里我们暂时不表。公元265年，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，即位为帝，改国号为晋，将9岁的司马衷立为了皇太子。当时司马炎可能以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只是发育的比较慢，也没有把他的智商当回事。可随着司马衷慢慢的长大，司马炎才越来越发现不对劲，自己的这个儿子可能智商有点问题。虽然司马炎有20多个儿子，但是想要废立太子却面临着很大的阻力。一是长幼有序，长子夭折后，次子司马衷排位居长。其次也是最关键的问题，此时司马衷已经有了太子妃，她的名字叫贾南风。这个贾南风虽然长相感人，不怎么知书达理，但是他的父亲是贾充，是司马氏反魏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之一。而且贾南风这个儿媳还拉拢了皇后的杨氏一族，如果要换掉太子，就等于得罪了2个大家族，所以此事就被无限期的搁置下来。公元290年，司马炎病重，在小半年的时间里无法理事。贾充和齐王司马攸等几个人构成了西晋的权力核心。这个司马攸本是司马昭的儿子，后来过继给了司马师，他的老丈人恰巧也是贾充。对于贾充来说，无论是司马攸还是司马衷继承帝位，对自己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。可此时垂死病中的司马炎却回光返照，夺了贾充的兵权，开始不断的打压齐王司马攸，以至于司马攸憋屈而死。权衡利弊之后，司马炎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傻儿子司马衷，希望他能够在顾命大臣的辅佐之下做一个守成之君。之后又平衡各方势力，提拔自己的老丈人，将自己几个成年的儿子都封了王，下诏让国丈杨俊和司马亮共同辅政。司马亮是司马懿的4儿子，虽然没有什么才能，但却没有野心，希望司马亮和杨俊能够互相制约。加上外有诸王拱卫皇室，自己的傻儿子应该可以顺利的执掌大权了。本以为自己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可杨俊却趁机力排公卿大臣，亲自来到司马炎左右伺候。他的女儿杨皇后还扣下了诏书，传矫诏把持了朝政，将司马亮排除在外。司马炎死后，司马衷正式即位。至于这个司马衷笨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年闹灾荒，到处都有饿死的人，这个司马衷竟然问大家，
没有饭吃，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？皇帝笨也就笨吧，在太傅杨俊的辅佐下，晋朝发展的倒也还算顺利。然而他那个彪悍的皇后贾南风却不能安分守己地做一个皇后。为了能够把控朝政，贾南风一手炮制了八王之乱。前面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司马家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参与八王之乱的这8个人，我们按辈分可以划分为汝南王司马亮和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，他们是司马炎的叔叔辈，是司马衷的爷爷辈。河间王司马颙、东海王司马越是司马炎的表兄弟，是司马衷叔叔辈的。成都王司马颖、楚王司马伟、长沙王司马懿3人是司马炎的儿子，与司马衷是亲兄弟。齐王司马囧是司马攸的儿子，与司马衷是表兄弟。这8个人当中，只有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不是司马懿一脉的，其余6人均是司马懿的直系后代。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开始于公元291年，贾南风为了阻止杨俊独揽政权，便想联合司马氏宗亲除掉杨俊。贾南风的首选自然是德高望重的司马亮，但佛系的司马亮却拒绝了贾南风的要求，于是贾南风只好退而求其次，选择了楚王司马伟，要司马伟带兵进京讨伐杨俊。有了楚王司马伟的支持，贾南风便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，宣称杨俊谋反，洛阳全城戒严，要楚王司马伟领军保卫皇宫，围攻杨俊府邸。为人胆小懦弱的杨俊最终在府中的马寺中被杀。之后贾南风又以晋惠帝的名义下诏书，废除了杨芷的皇太后之位，贬为平民，诛灭杨俊3族。至此，杨俊的政治势力被彻底消灭。别看贾南风虽然有些残暴，但却十分聪明，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把控朝政的能力，而且皇上还是个傻子。于是贾南风并没有选择与司马伟同掌大权，而是再次向德高望重的司马亮抛出了橄榄枝。这司马亮也不是傻子，杨家已经被铲除，让自己捡个现成的便宜，岂有不战的道理？于是朝政大权便由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大臣魏冠共同执掌，贾南风的亲戚也担任了要职。可过了一阵，贾南风又对自己未能独揽大权极为不满，于是故技重施，又以晋惠帝的名义下密诏，让楚王司马伟杀了汝南王司马亮与魏冠。这个司马伟也不长脑子，又一次上了女人的当。在杀了司马亮之后，贾南风认为司马伟的权力太大，以司马伟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为由，将其处死。至此，朝政大权被贾南风彻底掌控，什么宗室亲戚、3大姑8大姨都被委以了重任。在之后的8年里，国家治理的倒也还行。在第一阶段中，八王之乱中的2位王爷率先杀青，如果此时晋朝能够安安稳稳的发展，倒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可这个贾南风却又开始了折腾，八王之乱进入第2阶段。八王之乱的第2阶段是从公元299年开始，到公元306年结束。这个阶段动乱的规模比第一阶段更大，参与的宗室王更多，战争更加惨烈。因为贾南风没有儿子，为了将来能够当上太后，便又开始作妖，想要除掉太子。贾南风找人用酒把太子灌醉，然后让太子照抄了一篇事先写好要晋惠帝退位的文章。晋惠帝看了太子的手书，便要处死太子，但在大臣们的劝阻下，只好下诏废除司马昱的太子之位，囚禁于洛阳郊外的金庸城。赵王司马伦当时是太子太傅，经常讨好贾南风，一向为贾南风所信任，掌握着守卫皇宫的禁军。太子被废后，司马伦一看这是要给司马家改名换姓，这可不行。但身为司马家的一员，司马伦也继承了阴险狡诈的特点。司马伦决定让贾南风先杀了太子，再动手为太子报仇，让自己掌握大权。于是司马伦制造了太子党羽要造反的流言，推了贾南风一把，让其将太子杀死。之后司马伦有样学样，伪造晋惠帝的诏书，以杀太子的罪名废贾皇后为庶人，送到了金庸城。之后又以伪诏书让贾南风喝下了金屑酒而死。事后司马伦再次伪造诏书，自封相国，掌握了朝政大权。公元301年，赵王司马伦废惠帝，自立为帝，晋惠帝被软禁于金庸城。可这个司马伦一党道德低下，
缺乏治国能力，搞点阴谋诡计还行，治国是真不在行，只会大肆封侯来讨好宫里宫外的人，就连做顶戴花翎的貂毛都因此供不应求，于是只好用狗毛来代替。这就是狗尾续貂的由来，很快就引发了三王起义。在许昌的齐王司马囧联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、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，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。司马伦兴兵反击，战败，死者近10万人。司马伦的命运同贾南风如出一辙，也被赐金屑酒而死。至此，司马伦一党被消灭，成为了第3个死于八王之乱的王爷。司马囧在杀了司马伦之后，迎接司马衷复位，自己则担任大司马一职，主理朝政。司马颙和司马颖2王则被封高爵，拥兵自重。但司马囧没有好好利用其兴复皇位之功的大名，独揽朝政后不可一世，俨然自己就是个皇帝，而且沉迷女色，政事荒废。加上现在太子已经被杀了，晋惠帝的孙子也因病死了，将来只能兄终弟继。这就意味着谁掌控了朝政，谁就是将来的皇帝，这皇帝谁不想当？公元302年，曾经的盟友司马颙上表陈述司马囧的罪状，兴兵讨伐洛阳，并对外声称当时驻军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懿是自己的内应。司马囧得知消息后，便派人攻袭司马懿。司马懿无奈之下，只好带着100多名党羽乘车奔袭皇宫，杀了司马囧。晋朝进入司马懿时代。司马颙眼看朝政被司马懿独揽，心怀不满，于是多次派人刺杀司马懿，却都没有成功。公元303年，司马颙联合司马颖起兵讨伐洛阳，晋惠帝下诏令司马懿为大都督，兴兵迎击。双方鏖战了几个月，损失惨重，未分胜负。这时，在朝廷内任职司空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懿军疲惫，勾结了一些禁军将领，将其捕获，交给了河间王司马颙。司马懿最终被活烤死。因为司马颖在朝野向来有威望，而且军事实力强，于是被封为了皇太帝，任丞相一职。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也被委以要职。这个时候，司马颖要是能安心在洛阳统领全局，晋朝还是可以勉强支撑的。可这个司马颖偏偏要回邺城，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。司马越也对司马颖的专政非常不满，于是云集了10多万士兵，带着晋惠帝亲征邺城，结果被司马颖击败，司马越出逃，晋惠帝也被扣在了邺城。打到这个时候，有些地区已经不受朝廷控制了。司马越战败后，其亲弟并州刺史司马腾杀死了司马颖所指派的幽州刺史，于是司马颖出兵讨伐司马腾。司马腾联合异族乌丸、羯朱等势力共同攻击司马颖，这也为之后的五胡乱华埋下了隐患。失败的消息传到邺城后，人心惶惶，司马颖只好与10几个将军连同晋惠帝连夜逃到洛阳。但此时的洛阳已经被司马颙所掌控，司马颙废除了司马颖的皇太帝之位，重新选配百官。到了公元305年，司马颙又让晋惠帝下诏要罢免司马越等人，逼得司马越以救驾的名义起兵，结果大败司马颙，东海王司马越成为了八王之乱最后的赢家。公元307年，晋惠帝司马衷突然死亡，也有人说是被司马越毒死的。司马衷死后，司马炽继位，是为晋怀帝。晋怀帝刚刚登基，就下诏书要以司马颙为司徒，让其回朝廷。司马颙在路上被人掐死在车内，他的3个儿子也被杀死。司马颙就此绝后，八王之乱到此终结。但此时五胡乱华已开始萌动，出现了大大小小许多新的政权。公元311年，汉昭武帝刘聪趁势攻破洛阳，制造了永嘉之乱，俘虏了晋怀帝。在得知晋怀帝遇害后，晋闵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，并联合了幽州、并州、代国和段部鲜卑的军事力量与前赵对抗。晋闵帝在10断粮绝的情况下投降了汉赵，历尽屈辱而死，成为了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。八王之乱历时达16年，期间时有战乱，后期朝廷已无法掌控全国，受战乱影响地区亦愈来愈大。除了诸王互相攻伐的战事之外，
还有敌人的变乱，以及成汉和汉赵两个政权针对西晋朝廷的一系列战争，南方亦有便民起事。这些战事都对全国不少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、饥荒、疫病频生，后期的五胡乱华更是给人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。